各位同學，上回我哋講到北宋因為應付國家危機而變法，又因為變法而導致朝廷眾臣政見上面嘅撕裂，以致出現咗歷時50幾年嘅新舊黨爭。黨爭嘅結果就係新黨全面嘅勝利。新黨官員蔡京喺宋徽宗時期執掌上權，不遺餘力咁樣清算守舊派嘅官員，以致舊黨沒落。但係多年以嚟嘅政治鬥爭早已經將朝廷搞到元氣大傷，忠良正直嘅官員都黯然離場，剩低嘅都係啲爭名逐利嘅小人。北宋王朝自此開始走向衰落。咁啱同一個時期，北方嘅遼國亦都步入衰落，而喺再遙遠一啲嘅東北方，女真族崛起，正式脫離遼國獨立，建立金國。宋遼逐漸沒落，金國崛起。如今嘅東亞地區已經到咗暴風雨嘅前夕，昏庸嘅宋徽宗同埋陰險貪婪嘅蔡京，仍然喺繁華嘅汴京城當中夜夜笙歌。君臣對於東亞國際形勢一無所知，究竟佢哋接二連三出咗乜嘢昏招，將北宋嘅江山送咗入墳墓入邊呢？接下來就同大家進入呢段屈辱嘅歷史，請大家翻開書嘅112頁同埋113頁。女真族居住喺長白山以北、黑龍江下游一帶，佢哋嘅聚居地有一個好特別嘅稱呼，叫做白山黑水。喺遼國強盛嘅時候，女真族唔夠膽得罪遼國，一直認遼國係大佬。只不過遼國並冇因為女真族嘅臣服而俾佢哋有好日子過。遼人向女真人收重稅，每年要佢哋貢獻牛、羊、馬，甚至乎係奴隸。就係咁，女真族一直俾遼國去恰，受咗佢哋好多嘅氣。喺咁嘅背景之下，有一個女真族嘅英雄橫空出世，佢個名就叫做完顏阿骨打。完顏阿骨打擁有咗游牧民族嘅特有技能，就係騎射，而且佢天生大力，成個族群當中冇幾多個人呢夠佢打嘅。話唔定就係因為咁樣佢先叫阿骨打，因為同親佢打交，分分鐘會俾佢打斷你條骨，真係一個唔惹少嘅角色。咁少年嘅阿骨打曾經親身見到過遼國嘅官員喺度欺壓緊自己嘅族群，佢就替自己嘅族人好痛心，同埋亦都好唔甘心女真族咁樣俾人恰落去。就係喺嗰一刻，喺少年阿骨打嘅心入邊就誓神劈願，今生唔鏟平嗰班姓耶律嘅遼國，佢就唔姓完顏。打輸咗嘅話就一於唔叫阿骨打，就叫生骨刺啦。後嚟佢長大咗之後就成為咗一個好強大嘅領袖，佢統一咗女真唔同嘅細部落，然後就起兵猛攻遼國。當時遼國已經步向衰落，軍隊嘅質素非常之低，好快就俾阿骨打嘅精兵以少勝多，好漂亮咁樣擊敗咗遼國嘅主力部隊，佔據咗遼國喺東北方嘅大片領土。然之後，完顏阿骨打就喺1115年喺會寧府嗰度稱帝，國號為金，是為金太祖。與此同時，金國建立嘅消息傳到去北宋君臣嘅耳仔入面。嗰陣蔡京當權，同宦官童貫兩個人狼狽為奸。呢兩個人極盡貪污所能事，同埋佢哋為咗鞏固自己嘅權位，淨係識得去拍皇帝嘅馬屁。而宋徽宗呢個人喺佢未成為皇帝之前，就有一個新黨嘅代表人物張敦，一早已經話過佢唔適合做皇帝，批評佢輕佻，不足以均天下。當然，宋代係唔俾皇帝殺士大夫噶嘛，所以大臣講真話都冇有怕，就算辣着咗皇帝都唔使死嘅。但係又真係俾張敦講中咗，宋徽宗呢個人琴棋書畫樣樣精通，唯獨係為君治國呢一方面，佢就真係只係幼稚園呢個級數啦。所以面對國家乃至國際大事，佢都視之為兒戲。佢見到金國崛起，遼國衰落，就激發起佢嗰種好大喜功嘅心理。佢當時心諗，我嘅祖宗到死嘅嗰一日都唔能夠由遼國嘅手中攞翻燕雲16州，今日就等我嚟完成佢哋嘅宏願啦。然後就計劃同金國結盟，希望聯合一齊攻打遼國。而蔡京同童貫呢兩個馬屁精，當然唔會去質疑宋徽宗嘅諗法有啲咩唔妥嘅地方啦。佢哋只係拍爛晒手掌，不斷咁喺度話陛下英明，陛下英明，陛下英明。於是宋徽宗就派人去同金國互通聲氣。只不過如果行陸路去金國嘅話，中間仲要經過遼國，因為地理位置嘅阻隔，就唯有行海路去金國。
而呢次嘅宋金聯盟，後世就稱為海上之盟啦。海上之盟嘅條款包括：第一，宋金相約滅遼，而且滅遼之後，燕雲16州歸宋，遼國嘅土地歸金。第二，將澶淵之盟當中本來要交俾遼國嘅稅幣，滅遼之後就轉移送俾金國。達成咗協議之後，金國就立即行動，佢哋以最快嘅速度拿下咗遼國嘅領土，仲攻陷咗遼國嘅首都臨王府。但係宋朝呢邊遲遲都未採取行動，當佢見金國以狂風掃落葉之勢猛攻遼國嗰陣，先正式派童貫帶禁軍出征。不過喺度都順帶一提，童貫佢雖然係一個宦官，而且佢品行卑劣，做官貪腐，但係其實佢身形係非常之大隻，之前甚至幫過宋朝打過勝仗。論人品，童貫就一定衰到貼地噶啦，但係論打仗呢，佢都仲有一手嘅。但係童貫始終都係啲貪生怕死嘅人，佢可以打一啲贏硬嘅小仗，到真係要面對爛船中咗3根釘嘅遼國，佢就真係唔係幾得啦。童貫進攻遼國嘅燕京失利，就唯有向金國求救，咁金國就順勢攻陷埋燕京。最後宋朝要俾一大筆錢，經過多方嘅交涉之後，先至換得金國同意退還返燕京等等嘅地方。不過呢啲城鎮一早就已經俾金人洗劫一空，宋朝拎得返嘅只係幾座空城。而且因為呢件事，金人就睇穿晒宋朝軟弱嘅軍事實力，亦都睇到宋朝比起遼國更加富庶，但係國內就好腐敗，就係咁令金人有咗滅宋嘅野心。不過原來阿骨打始終都係個光明磊落嘅人，佢仇恨緊嘅只不過係遼國嘅人，但係始終堅持同宋朝和好。佢唔希望反口，違反咗宋金嘅同盟。佢曾經同過佢啲親族講，喺佢在世嗰陣時，仍然要同宋朝和好。到佢死咗之後，班親族點樣做，佢就唔管得咁多啦。咁阿骨打攻陷咗燕京之後，佢喺返回會寧府嘅途中病死，就由佢嘅細佬完顏吳黑馬繼位，視為金太宗。咁金太宗就將遼國嘅殘餘部隊打敗，正式滅亡遼國。遼國滅亡咗之後，遼國嘅皇族耶律大石就帶住自己嘅部隊向西逃走。後嚟佢組織咗一隊精兵，本來想向金人反擊，希望復興返遼國，但係見金人強大，就打消咗個念頭。佢轉移西征，征服咗西夏以西嘅小國。佢就喺西域同埋中亞一帶建立咗西遼國。但係因為西遼真係太遠，而且耶律大石呢個人都唔惹少，加上沙漠嘅阻隔，對比起眼前呢個有錢但係實力虛弱嘅宋朝，比着你係完顏吳黑馬，你會揀邊個做目標啊？醒目嘅人啊，都會揀低風險但係高回報嘅宋朝啦。於是乎，金太宗就決定大舉南下，圍攻宋都汴京。呢個時候，宋徽宗仲喺皇宮入邊彈緊琴，同佢啲後宮妃嬪喺度玩個不亦樂乎。一聽到金兵兵臨城下，即刻驚到騰晒雞。面對眼前嘅局勢，以佢嘅治國能力根本就應付唔到，所以佢又將帝位讓俾自己個仔宋欽宗，自稱太上皇，然後就帶住蔡京同埋童貫離開京城走佬。欽宗即位之後，將年號改為靖康，咁靖康就有安定富足咁嘅意思，大概係國家危難，年號代表咗君王最深嘅願望。宋欽宗比起宋徽宗算係有啲責任感，但係可惜面對金兵圍城，佢始終都係時和時戰，舉棋不定。初時宋欽宗為咗表明抗敵嘅決心，佢首先將蔡京、童貫貶為庶人，然後仲用主戰派嘅大臣李綱死守汴京，一度令金人畏懼而向北撤走。第一次金人圍汴京，話晒初到貴境，人生路不熟，見宋欽宗稍為有啲抵抗意識，就有啲驚起上嚟，因為唔知道你仲有幾多個實力，所以先至撤退。後嚟太上皇宋徽宗翻返去京城，居然喺個仔背後嗰度搞小動作，叫人講李綱嘅壞話，令到宋欽宗罷免咗李綱。同埋宋徽宗又向宋欽宗施壓，要佢同金人求和，結果激到宋欽宗要將佢老豆軟禁起上嚟，同埋將蔡京、童貫等等嘅奸臣貶殺。咁嗰陣喺金兵嘅陣營當中，有啲原本係遼國嘅降將，宋欽宗睇中呢一點，就決定策反呢班降將。
點知呢啲原遼國嘅將領唔買宋欽宗嘅帳，拒絕咗佢，並且將宋欽宗嘅意圖話俾金太宗知，於是就俾咗個藉口，金人再次南下包圍汴京。而今次金兵真係禮真㗎啦，因為班金人已經充分咁樣見識到北宋君臣嘅腐敗無能，於是就再冇任何顧忌，直到要將汴京城攻陷為止。1127年正月，北宋嘅首都汴京正式淪陷，金人俘虜咗宋徽宗、宋欽宗，連同宗室、大臣、女眷等等。嗱，書入邊呢就寫3000幾人，但係有啲非官方嘅歷史記載講到俘虜嘅人數，實際上係多達1萬幾個人。呢次亡國嘅慘劇，史稱靖康之禍，北宋自此正式滅亡。汴京城破，但係宋朝仍然仲有半壁嘅江山尚未淪陷。北宋嘅皇室被擄，但係宋欽宗嘅細佬趙構仍然仲喺黃河以北一帶駐守，所以幸免於難。宋朝點樣喺金人嘅鐵騎之下重新穩定翻個局面呢？下一章南宋嘅偏安，請大家密切留意，唔好錯過啦。以下係今堂嘅關鍵字詞，請同我抄翻低落嚟，喺課餘嘅時候溫習啦。對於今堂嘅內容，如果大家想有更多交流嘅話，歡迎 follow 我 IG 或者訂閱我嘅頻道。